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背后到底藏着多少让人跌破眼镜的暗黑真相？有人戏称它是全球最堕落的国度，这话听起来很耸人听闻，但接下来的15个疯狂事实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三观。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揭开战斗民族的遮羞布，看看俄罗斯那些你绝对不知道的真相，从社会乱象到历史秘辛，从极端生活到怪诞禁忌，每一项都让人不敢置信。让我们一步步深入这片神秘又疯狂的土地。一、酒精泛滥，啤酒曾被当作软饮料。首先登场的真相是俄罗斯惊人的嗜酒文化。你或许听说过俄罗斯人爱喝伏特加，但你可能不知道夸张到什么程度。事实上，在2011年之前，俄罗斯法律甚至不把啤酒归类为酒精饮料。没错，你没听错，当时凡酒精含量低于 10% 的饮品都被算作软饮料，等于啤酒在法律上跟汽水差不多，可以随处贩卖。难怪一度俄国大街小巷，年轻人手里拿的不是可乐，而是大瓶啤酒，就跟日常饮料一样。除了啤酒不算酒，俄罗斯人的烈酒消费也举世闻名。长期以来，伏特加几乎是俄罗斯的象征之一。战斗民族好饮烈酒的传说并非虚构。据统计，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俄罗斯的人均酒精消费量一度位居全球前列，每年每人纯酒精消耗量超过15公升。常年酗酒带来的后果极为严重，一半以上的壮年男性死亡都和酒有关。研究显示，1990年代一些地区15到54岁人口的死亡中，有高达 52% 是因酗酒引发的健康问题。酒精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每一寸角落，成为俄罗斯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那幅景象，在90年代的俄罗斯，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廉价烈酒成了人们逃避现实的寄托。男人们喝得烂醉如泥，导致健康全面崩坏。俄罗斯男性的平均寿命在1992年代竟然一度跌到不到60岁，只有57岁左右。要知道，57岁放在全球和平时期绝对是超低水平，比许多发达国家男性少活10多年。许多俄罗斯男性还没熬到退休年龄，就已经被酒精掏空了身体，倒在伏特加瓶下。与此同时，俄罗斯女性的平均寿命要高得多，两性寿命出现巨大差距。在2006年前后出生的俄国男孩，预期寿命只有大约60岁，而女孩能活到将近75岁。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差距就是被男人过度饮酒给喝出来的。酒精带来的不仅仅是健康问题，还引发种种社会乱象。据统计，约2/3的凶杀案、暴力犯罪都发生在行凶者喝醉的时候。醉汉开车、肇事更是家常便饭，每年有成千上万人死于酒后驾车。在家庭中，酗酒问题同样是悲剧的源头，无数家庭因酒而支离破碎，家暴和虐童事件层出不穷。可以说，伏特加浸透了俄罗斯的血与泪，成为这个民族难以摆脱的恶习。难怪有人讽刺说，在俄罗斯，酒不是生命的一部分，而是生命本身。这种近乎堕落的酒文化，让整个国家的健康和社会都付出了沉重代价。所幸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开始痛下决心整治酗酒问题。从2009年起，禁酒广告、限制夜间卖酒、伏特加价格大幅上调等等政策陆续推出，这些措施终于见效。2003年至2016年之间，俄罗斯人均酒精摄入量下降了 43%， 随之而来，国民寿命也明显回升。到2018年，男性平均寿命已经接近68岁，女性78岁。不过，尽管数据好转，我们不能忽视的是，酒精在俄罗斯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影响依然存在。一场严寒夜里，伊尔库茨克市有78人因饮用掺有甲醇的假酒，一种沐浴露，中毒身亡。这发生在2016年的真实悲剧，再次给俄国社会敲响了警钟。当廉价酒精成瘾，遇上贫困绝望，后果依然可能是致命的。总之，俄罗斯的嗜酒传统可谓疯狂至极，连啤酒都曾不算酒，伏特加更是日常标配。男人为酒送命的比比皆是，这幅图景是不是已经让你感到震惊？但这仅仅是开始，更疯狂的真相还在后头。战斗民族的堕落面向之一，
从他们桌上的瓶瓶罐罐就可见一斑。然而，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整个民族命运层面的危机。二、人口崩溃，男人早死，俄罗斯正在消失。提到一个国家的堕落，不光体现在个人行为，还体现在整个社会的生机上。接下来这个真相可谓触目惊心。俄罗斯的人口正以惊人的速度萎缩，甚至有人说俄罗斯正在走向灭亡的道路。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赤裸裸的人口数据。让我们仔细看看这场人口崩溃。首先是出生与死亡的反转。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震荡，随之而来的就是出生率骤降，死亡率飙升。从90年代开始，俄罗斯几乎每年都是死亡人数长期超过出生人数，人口连年净减少。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崩溃导致养育孩子成了很多家庭无法承担的重负，新生儿数量腰斩般的下跌。同一时间，酗酒、暴力、医疗崩溃等因素让死亡人数激增，结果就是俄罗斯总人口从1991年的将近1亿5千万，一路跌到2010年前后的不到1亿4300万，短短20年间流失了超过1000万人口。一个大型国家在和平年代出现如此人口崩塌，实属罕见，宛如隐形的战争在吞噬生命。最要命的是，人口雪崩的同时，俄罗斯男性的大规模早逝加剧了社会结构失衡。我们前面提到，俄国男人平均寿命曾经跌破60岁，这直接导致国内男女比例极度失衡。根据统计，俄罗斯目前女性约占总人口的 54%， 男性仅 46%， 女性比男性足足多出了1000万人左右。换句话说，在俄罗斯社会中，几乎每100个女人对应只有87个男人。这种男女悬殊的比例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是数一数二的。走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街头，你会看到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独自拖着购物袋，因为她们的丈夫很可能早已去世。而年轻一辈中，男少女多也成为常态，导致婚恋市场出现女性竞争激烈，适龄男子反而吃香的独特现象。人口危机远不只是数字游戏，它对社会的冲击是全方面的。劳动力减少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军队兵员萎缩，广袤国土出现人口真空。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一些本就人烟稀少的城市和村庄变得更加荒凉，年轻人外流，只剩老人留守。在乡间，你甚至会看到废弃的村落，木屋坍塌，杂草丛生，因为那里的年轻一代不是搬走就是凋零。俄罗斯作为世界领土第一大国，却出现了地广人稀且愈发稀少的尴尬局面。更危险的是，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峻，随着寿命略有回升及过去高出生年代的人逐渐老去，俄罗斯的老年人口比例在迅速上升，而新生儿却后继无人，养老和医疗体系面临沉重负担。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很多，经济动荡让人生不起孩子，医疗和社会保障不足，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加上前面提到的酗酒疾病，让大批劳动力过早离世。有人悲观地形容，俄罗斯正在自我消亡。虽然政府这些年推出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例如发放母亲资本、补贴二胎家庭等，并在某些年份略微扭转出生少于死亡的局面，但长期趋势依然严峻。尤其是2020年代初的新冠疫情和后续的动员战争，又使俄国人口雪上加霜，大批青壮年非死即逃，加速了人口减少。试想，一个国家在战斗民族，如果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男人一茬茬过早凋零，这个国家未来的活力在哪里？如果将国家的繁衍延续看作一种战斗，那么俄罗斯此刻似乎正处于节节败退中。这样的社会状况难道不像是一种深层次的堕落吗？一个民族连延续自身都面临困难，不能不说是最大的危机之一。但导致人口崩溃的背后原因还有更多，其中一些与俄罗斯独特的社会文化习惯密切相关。我们接下来就要揭露其中几个关键的黑暗真相。3. 家庭解体，堕胎全球第一，结婚像儿戏。人口凋零的另一个侧面是俄罗斯家庭结构的崩坏。这里有2组让人震惊的数据。俄罗斯的堕胎率和离婚率长期高居世界前列。一个是未出生的生命被大规模扼杀，
另一个是家庭单位大量破裂。这两种现象折射出俄罗斯社会在家庭价值观上的危机，可谓触目惊心。我们先来看堕胎。你也许难以相信，俄罗斯曾经是世界上堕胎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堕胎数量甚至超过新生儿数量。追溯历史，苏联时代，俄罗斯对堕胎的政策几经反复。早在1920年，苏俄就成为全球第一个将堕胎合法化的国家，随后又曾出于人口考量而禁止。1955年之后再次全面合法。苏联解体前，传统观念加上避孕手段匮乏，堕胎几乎成了主流的节育手段之一。60年代中期，苏联一年曾施行高达550万例堕胎。到了后苏联时期，经济困顿，生孩子更是负担不起，许多夫妻选择打掉意外怀孕。20世纪末90年代，俄罗斯堕胎数仍居高不下，某些年份全国堕胎次数甚至比活产婴儿数还多。也就是说，怀上的孩子一半以上没能出生就被终止，听来十分惊悚。即使在近年，俄罗斯的堕胎率依然是全球最高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统计，俄罗斯每年的人工流产数量稳居世界前列。以2023年的资料来看，俄国每1000名育龄妇女中约有 53.7 宗堕胎，排名世界第一。相比之下，同年美国每1000名妇女大约20宗。中国因计划生育政策因素也未达俄国之最。换算一下，大约每3台分娩就有1台堕胎，这样的比例令人啧舌，也难怪人口会负增长。俄罗斯女人平均一生可能经历多次堕胎，堕胎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迟来的避孕手段，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对女性生育的支持不够，以及观念上的无奈和漠然。经济拮据的年轻夫妻往往宁愿不要孩子，因为养不起；中年妇女意外怀孕也倾向终止，因为觉得没有条件养育。更有甚者，有些女性爱惜羽毛工作或身材，也会选择不要孩子。当堕胎变成司空见惯的日常医疗时，生命在这里显得何其廉价。再来看看婚姻状况，俄罗斯的离婚率多年来稳居世界前茅。有人戏称俄罗斯人把结婚离婚当成儿戏。根据统计，俄国每年登记离婚的人数与结婚人数之比经常超过一半以上。换言之，超过 50% 的婚姻走向了解散。一项联合国报告甚至称，俄罗斯是全球离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年每1000人离婚数在4到5对之间。在某些年份，俄国的离婚人数与结婚人数几乎相当，等于结婚10对有7对最后分道扬镳。为何战斗民族的婚姻如此脆弱？社会学者分析，这与俄罗斯独特的社会文化有关。年轻人普遍较早踏入婚姻，有一种观念认为女孩超过25岁不嫁就老了。闪婚现象不少见，但仓促结婚往往基础不稳，加之经济压力、酗酒、家暴、价值观差异等问题，很多婚姻维持不了几年就破裂。再者，俄罗斯社会对离婚的污名较少，不像有些保守文化将离婚视为难以接受的耻辱。在俄罗斯，离就离了吧是普遍心态，没有人会因离婚被社会彻底歧视，所以夫妻一有矛盾，选择分手并不会有太多顾虑。此外，俄罗斯女性多男性少的现实，也让部分男性在婚姻中少了珍惜，多了随意，反正不愁找不到下家。这些因素叠加，使得俄罗斯的婚姻像走马灯一样更换频繁，堕胎率高加离婚率高，带来的结果就是家庭的瓦解和少子化的恶性循环。许多孩子生下来就在单亲家庭成长，或者干脆没被生下来。这不仅让人口结构雪上加霜，也对社会心理造成深远影响。家庭本应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和情感港湾，但在俄罗斯，家庭功能被严重削弱，甚至有破碎不堪之势。青少年缺乏完整家庭的照料，更容易走上问题道路。老人孤苦无依，精神问题严重，整个民族的凝聚力也因家庭观念淡薄而受损。可以说，在家庭层面，俄罗斯同样面临一场三观尽碎的危机。婚姻不再神圣，生命不再敬重，这种价值的堕落难道不可怕吗？然而，家庭的解体还有更黑暗的一面，那就是存在于千万家庭背后不易为外人道的暴力与伤痛。这正是我们下一个不得不提的真相。4.
家暴阴影，法律纵容下的无声灾难。谈到俄罗斯的家庭问题，不能不提家暴这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俄罗斯政府近年竟然放松了对家暴的惩戒，某种程度上等于变相纵容家庭暴力。这一真相往往不为外界所知，但对无数俄罗斯妇女儿童而言却是冰冷的日常。俄罗斯一直有家暴问题严重的恶名，在社会传统中，某些陈旧观念甚至认为打是亲，骂是爱，认可男性对妻儿动粗。一项统计显示，在20世纪末，俄罗斯每年有上万名女性死于家庭暴力。有人换算过，一度差不多每40分钟就有一名俄罗斯女性被自己的丈夫或伴侣杀害，这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而除了死亡的，更有无数女性和孩子长期生活在家暴的恐惧中挨打受虐。俄罗斯警方对此类家务事往往采取冷漠态度，许多受害者报警也得不到认真处理。长久以来，家暴案件在俄国大多是隐形的伤痛。令人震惊的是，2017年，俄罗斯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法律修订，将家暴中的首次施暴行为从刑事犯罪降为行政违法。也就是说，如果丈夫第一次被抓到打妻子，只要没有造成严重身体伤害，那最多只是罚点钱或拘留几天，不再按刑事罪论处。这项法律的推出，等于把轻度家暴给合法化了。支持者辩称，这是为了保护家庭不受外界干涉。因为以前法律严惩家暴，导致很多父母管教孩子或夫妻冲突都可能被判刑，似乎太苛刻。他们还声称，许多俄国传统家庭观念认为打孩子是正常的管教手段。然而反对者指出，这实际是在纵容施暴者，令受害者更无法求助。当国家都不把打老婆孩子当回事时，受虐者还有什么希望？果不其然，家暴除罪化后，许多施暴者变本加厉，因为他们知道打了也不会有大事。据一些妇女援助组织反映，法律修改后，家暴报案数量反而下降，并非暴力减少，而是受害者更加绝望地选择沉默，因为报警也没用。甚至有案例显示，有女性数次报警毫无结果，最后被丈夫残忍杀害，才引发媒体关注。人权观察等国际组织痛斥这一做法，认为俄罗斯让家暴合理化，简直是文明的倒退。联合国相关委员会也多次警告俄罗斯的女性处境问题。然而政府却以所谓传统价值为由，一直对订立更严的反家暴法迟迟不作为，直到2020年末，舆论压力下才提出新的家暴防治法草案，但推进依旧困难重重。在俄罗斯社会调查中，许多男性乃至一些女性都认为家庭纠纷外人不该管，也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妻子有时欠教训。这些观念让人不寒而栗。一位俄国妇女在采访中无奈地说，在我们国家，女人结婚就像上了战场，不知道哪天丈夫的拳头就挥过来。还有人说，战斗民族的男人不止和熊打架，回家也可能揍老婆。这听起来荒谬又悲哀，但却是千真万确的现实。我们可以想象，多少俄罗斯孩子从小目睹父亲毒打母亲，自己也挨打受罚，这样成长的人格会受到多大扭曲？多少女性在婚姻中忍气吞声，只因为无处可逃，投诉无门。一个对弱者的哭声充耳不闻的社会，又谈何真正的强大？家暴文化的存在和默许，无疑是俄罗斯社会一大黑暗而堕落的角落。如果说前面几个真相解释的是俄罗斯人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则是在阴暗角落里更致命的毒瘤——毒品。与酒精类似，毒品也在俄罗斯悄然掀起一场毁灭风暴，甚至引发了骇人听闻的事件。5. 毒品横行，从海洛因到上施药，疯狂侵蚀战斗民族。俄罗斯的堕落图景中，怎能少了毒品这一环？许多人不知道，俄罗斯其实是全球毒品泛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在海洛因等硬性毒品的消费上曾名列前茅。地理位置上，俄国紧邻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阿富汗。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阿富汗鸦片经中亚走私入俄，俄罗斯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海洛因市场之一。2000年左右的时候，
估计全俄罗斯约有数百万吸毒者，很多是注射吸食海洛因，这导致了另一个可怕的副产品——艾滋病疫情。由于共用针头等原因，俄罗斯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在21世纪初急剧攀升，到2020年前后已超过100万存活感染者，成为全球少数艾滋病还在快速扩散的地区。很多年轻人因吸毒染上艾滋，生命就此枯萎。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破碎的家庭和早夭的生命。然而，这还不是最疯狂的部分。真正让全世界震惊的是2010年前后在俄罗斯出现的一种丧尸毒品——鳄鱼 （crocodile）。鳄鱼这种毒品学名叫地佐辛，一种自制的伽马吗啡类药物，因其制作粗鄙、毒性猛烈，被称为僵尸药或肉腐烂毒品。为什么叫鳄鱼？因为吸食者的皮肤会很快溃烂，变成鳞片状，仿佛鳄鱼皮一样害人。有的地方皮肉干脆腐烂脱落，甚至露出白骨。看到这里，你可能觉得像恐怖电影，但这真实发生在俄罗斯许多城市的街头小巷。当年网络上流传的照片与影片让全球网民瞠目结舌。一些年轻人手脚溃烂，脸部烂穿洞，行尸走肉般游荡，仿佛僵尸出没。这不是丧尸片，而是俄罗斯吸毒者的真实写照。鳄鱼毒品为何会在俄罗斯疯狂蔓延？关键在于它太便宜，太容易自制。当时正规毒品如海洛因价格上涨，许多瘾君子转而寻找廉价替代。他们发现，只要从药房买到含可待因、镇痛药的一种的止痛药，加上汽油、工业清洁剂、磷肥等肮脏原料，在家里的土灶实验中就能提炼出这种廉价的地沟毒品。整个过程犹如煮一锅毒汤，那散发出来的气味都让人窒息。可是成千上万走投无路的瘾君子就是靠这种方法获得鳄鱼。注射进血管后，那剧烈的毒性比海洛因更强几倍，但持续时间却短得多，往往只能爽几十分钟。更糟糕的是，粗劣的制作过程会残留大量有害杂质，直接在体内腐蚀血管和组织，所以吸食鳄鱼的人打针的地方皮肤开始发黑开裂，像鳄鱼皮肤，然后就是组织坏死溃烂。很多人打完几个月，全身肌肉烂穿，不是手指掉了就是腿骨暴露，场景极为凄惨。鳄鱼毒品对人体的破坏速度之快，几乎前所未见。有报道称，吸鳄鱼者的平均寿命只有2-3年，也就是说，一旦染上这玩意，基本上就是进入行尸倒迹时，身体迅速腐败，最后含恨离世。大约在2010年前后，鳄鱼毒品像瘟疫一样在俄罗斯各地传播开来，成千上万人沦为丧尸药奴。一些重灾区的城市医院不得不用铲子铲起患者身上腐烂掉的肉块来清创，那景象让医生护士都忍不住落泪。如此恐怖的毒品灾难，简直就像末日场景。所幸，俄罗斯当局终于在2012年采取行动，禁止非处方销售含可待因药物，并加大打击毒品的力度，鳄鱼毒品的狂潮才逐渐退去。尽管如此，留下的是无数家庭的悲剧和永远抹不去的创伤。想一想，一个社会中竟出现大批如活僵尸般的年轻人，这是多么堕落黑暗的景象。战斗民族的骁勇传说，在这些吸毒者身上变成了无助和绝望。他们不是死在战场，而是死在毒品的泥沼中。这无疑是国家的巨大耻辱。纵观俄罗斯的毒品问题，我们看到的是经济萧条和社会问题下人性的沉沦。一方面是国际贩毒网络的渗透，一方面是国内缺乏有效的戒毒和教育，加之执法腐败纵容，才酿成这场毁灭盛宴。这无疑是俄罗斯社会堕落的一环，而毒品和酗酒交织，又进一步恶化了犯罪率和社会治安。我们接下来就要谈谈90年代那段俄罗斯最疯狂混乱的岁月，那是一场全民堕落与挣扎的时代。6. 无法无天的90年代，黑帮猖獗与血腥报复。如果要找一段俄罗斯社会最接近地狱的时期，非上世纪90年代莫属。苏联解体后的头10年，对俄罗斯而言，仿佛一场没有硝烟的内战，经济崩盘，治安崩溃，道德崩坏，全国陷入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这是俄罗斯人集体记忆中黑暗而疯狂的岁月。
也是战斗民族历史上一段堕落之谷。1991年苏联解体时，原有的计划经济和政治体制轰然倒塌，俄罗斯联邦继承了一身债务和一片废墟般的经济。紧接着的休克疗法式改革，虽然名义上转向市场，但实际上却带来经济大衰退，工厂关闭，物价飞涨，储蓄归零，货币贬值千百倍。许多原本体面的苏联中产陷入赤贫，甚至靠摆地摊、捡洋垃圾为生。那是一个全民卖东西的年代，科学家卖实验室仪器，艺术家卖画作古董，士兵军官甚至偷偷卖军火和坦克零件，只为换取食物填饱肚子。有传闻说，当时一辆退役坦克在黑市上只要几千美元就能买到，而军营里哨兵可能用 AK 步枪子弹来换伏特加喝，因为发不出工资。在这种生存危机下，犯罪率像火箭般飙升，尤其是暴力犯罪含有组织犯罪，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半壁江山。俄罗斯黑手党在90年代登峰造极，他们被称为新兴企业家，其实就是手持 AK 与手榴弹，以血腥手段争夺利益的暴徒。全俄各地几乎每天上演着枪战和爆炸，企业老板、银行家、记者、政客接二连三的遭暗杀。1993年前后，莫斯科每年发生数百起汽车炸弹、枪杀案，人们戏称那时的莫斯科有如商人开豪车出门，下一秒可能被炸成碎片。有名气的企业家和议员几乎都需要带保镖上班，就怕路上被人乱枪扫射。警方呢？警方自身也人心涣散，不是怕得罪黑帮，就是索性与之狼狈为奸。很多警察领着几十美元的可怜月薪，干脆下班后加入收保护费的行列，以警服做掩护，实则干着强盗的勾当。整个90年代的俄罗斯可以说法律形同虚设，枪支就是权力。那时候的俄罗斯谋杀率高得吓人，在1994年前后，俄国每10万人中有约30人被谋杀，这个比率当时仅次于战乱中的几内亚和南非，几乎是西方国家的5到10倍。夜幕降临，平民百姓几乎不敢上街，因为有太多抢劫和暴力随机发生，甚至白天闹市区也可能飞来流弹。在圣彼得堡，有黑帮曾在光天化日下直接用榴弹发射器轰击竞争对手的办公大楼，炸死炸伤一片。这般堪比战争电影的场景却是真实新闻。彼时彼刻，俄罗斯人的日常座右铭是：今天活着就该感谢上帝，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与此同时，一批人却在这乱世中一夜暴富，那就是我们后面要提到的寡头钱生趁私有化时套取国家资产的精英，以及与黑道勾结的犯罪老大们。他们用非法手段攫取巨额财富，开着豪车，住进豪宅，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莫斯科当时有种荒唐的新贵派对，富豪们用100元美钞点烟，往泳池里倒香槟，炫耀自己烧钱的实力，而楼外可能就有饥民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强烈的贫富分化和道德滑坡在那10年里达到极致，上层社会灯红酒绿，底层百姓怨声载道，一面是贪腐享乐，一面是为5斗米折腰的卑微。整个90年代，俄罗斯真的可用堕落2字来形容，法律和秩序沦丧，人人自危，道德天平失衡，连带着学术文化界也遭殃。不少科学家出国谋生，人才大量流失，留在国内的有的改行开餐馆，有的甚至参与犯罪。这一时期让俄罗斯社会元气大伤，也留下了持久的心理阴影。直到21世纪初，强硬领袖上台，以铁腕扫荡黑帮，恢复秩序，才逐渐结束这场乱世噩梦。但是90年代遗留下来的腐败体制与权贵资本却继续以另一种形式影响着俄罗斯。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俄罗斯惊人的腐败与贫富悬殊如何成为它被称为堕落国度的另一铁证。7. 权贵当道，腐败横行与贫富悬殊。俄罗斯社会的堕落还体现在权力和金钱的深度勾结上。说到腐败，也许不少人会想到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但你可能不知道，俄罗斯的腐败程度在大国中几乎是数1数2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钱和后门在俄罗斯可以办成任何事，从进名校、拿驾照到取得巨额国家合同，
无不如此。贪污贿赂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极少数特权阶层更是豪夺国家财富，造就令人作舌的贫富差距。首先，一组数字带你感受俄罗斯的腐败地位。在透明国际每年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俄罗斯长期位居倒数几十名之内，接近非洲和中东最腐败的国家行列。2024年的报告中，俄罗斯在180个国家里排名第154，得分只有22分，满分100分，越低越腐败，和一些战乱国家并列。这意味着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俄国从政府高层到基层官员都贪腐成风。确实，俄罗斯老百姓对此也见怪不怪，办事要送礼，看病要塞红包，上学求人托关系，连警察拦车都公开讨要小费。早些年在莫斯科，如果你闯了红灯被交警拦下，只要悄悄塞给他一张纸币，多半能私了。甚至网上流行一份价目表，明码标价各种违规罚款的行贿标准，比如酒驾被抓付多少美元，超速多少都有行情。这种把执法当生意，拿法律当儿戏的现象，无疑是社会堕落的表征。而在上层，更是精彩纷呈。90年代私有化中诞生了一批掌控国家命脉资产的金融寡头，他们手眼通天，买通官员，操纵政策，垄断了石油、天然气、金属等关键产业。进入21世纪后，政治局势虽然稳定下来，但这些权贵与新政府结成利益同盟，继续呼风唤雨，只不过更低调隐蔽罢了。俄罗斯的财富正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据统计，仅约100多位亿万富豪就掌握了全国将近1/3的财富。有报告称，俄罗斯是世界上财富分配最不平均的国家之一，前500名富豪的总财富超过底层 99.8% 人口财富的总和。也就是说，不到1/1000的人拥有几乎整个国家的钱，普通百姓只能分剩下的零头。这种悬殊程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绝无仅有。权贵们的生活自然极尽奢华，他们住在欧洲古堡或纽约豪宅，拥有私人飞机和游艇，购买世界名画和顶级珠宝。有的高官甚至被曝光，连马桶都是纯金打造的。几年前，有反对派人士无人机航拍到一处黑海边的僻静庄园，里头是如皇宫般的奢侈宫殿，据称是某位顶层权贵的秘密官邸，让人大开眼界。而相形之下，许多偏远地区百姓还在用水桶从井里打水，住苏联时代的破公寓，一家人挤一间房，冬天炉火不足，冻得发抖。一边是醉生梦死的贵族派对，一边是艰难度日的草根百姓。这种贫富二元世界折射出的道德落差，正是俄罗斯被称为堕落国度的理由之一。腐败不仅仅是金钱分配的不公，更深的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蚕食。当有钱人可以买法律、买官职、买正义，普通人对国家还能有多少信任？俄罗斯很多年轻人对前途感到灰心，觉得努力不如拼爹，清廉不如捞钱。这样的社会风气让人才心寒，加剧了精英外流和社会停滞。更糟糕的是，极度的不平等也在侵蚀民族的凝聚力，让底层对上层充满怨恨，同时也可能走向另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或暴力。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俄罗斯政府不想反腐吗？其实过去也不乏雷声大雨点小的反腐运动，但往往打击的只是某些失势官员，真正核心利益集团依然稳如泰山。毕竟在一个体制性腐败的环境里，苦力怎会真管好鸡舍？这就形成恶性循环，腐败导致社会资源错配，民怨沸腾，而为维持统治又更加倚重小圈子利益交换，越发无法摆脱腐败。当然，有些小故事能更直观地说明问题，比如在俄罗斯，你经常能看到公路烂得坑坑洼洼，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因为建路时层层贪污，预算被盗走大半，只剩偷工减料。又比如俄军在某些演习中发现士兵拿到的防弹衣竟然是劣质伪劣品，因为采购官员收了回扣，用纸板冒充防弹陶瓷。还有新闻爆出，某地区医院本该配发的新救护车不翼而飞，原来被官员拿去当私家车，载老婆孩子都疯了。这些荒唐事听起来让人哭笑不得，却折射出腐败如何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中。总而言之，
俄罗斯的腐败和贫富悬殊，让这个民族的骄傲蒙上厚厚的阴影。对普通人而言，努力工作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莫斯科一套像样的公寓，而权贵们却能轻易在伦敦买下整排别墅。当不公达到这种地步，道德感和社会活力势必随之堕落。战斗民族外表再强悍，也抵挡不住内里被蚕食的隐患。听到这里，你也许会想，俄罗斯社会怎么还能运转？其实上述乱象往往被粉饰太平或隐藏起来，不是亲身经历很难了解，但还有一些真相更是被有意掩盖，甚至在历史上被全面封锁信息。下面我们转向俄罗斯历史和环境中的疯狂黑暗面，看看战斗民族过去的一些秘密，以及今日遗留的伤疤。8. 核污染之伤。世界上最毒的湖泊在俄罗斯，世界上最致命的污染地点在哪里？也许有人猜切尔诺贝利，但那在乌克兰或者日本福岛。然而事实上，地球上辐射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就在俄罗斯的乌拉尔山区。这个地方叫做卡拉恰伊湖 Lake Karachay， 曾被称为世界最毒之湖。在苏联时代，这里发生过骇人听闻的核污染事件，却长期被列为国家机密，直到苏联解体后才曝光于世人眼前。卡拉恰伊湖位于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一座秘密核设施附近。苏联为了发展核武，在1940年代建立了五月克核基地，拼命生产布和高浓度核原料。但当时未赶进度，安全措施极其粗糙，产生的大量高强度放射性废液就地处理，直接导进附近的河流和湖泊。卡拉恰伊湖本来只是方圆不到1公里的小湖泊，却在几十年里被源源不断倾倒的核废料填满，变成一个恐怖的露天核废料池。据统计，仅1951年到1953年间，基地就把最毒的高放射冷却水排进这湖里。到1990年代初检测时，湖水和湖底淤泥中累积的放射性物质总活度达到约120亿居里，其中包括大量施酒石和铯137等长寿命放射核素。这是什么概念呢？要知道，切尔诺贝利事故释放的辐射总量约5000万居里，而卡拉恰伊湖里足足有它的2000多倍的辐射量。可以说，这座湖本身已经变成一座小型核反应堆残骸。更惊人的是，在湖岸边待1个小时就足以置人于死地。1993年，有科学家测量发现，湖岸边每小时辐射剂量高达约 5.6 西弗，而普通人只需吸收5西弗左右的辐射就几乎必死无疑。也就是说，你站在这湖边看风景，1个钟头不到就等同自杀。这真实数据听起来像科幻恐怖桥段，但却是血淋淋的事实。除了湖本身，周边环境也深受其害。1960年代，卡拉恰伊湖因蒸发导致湖水面积缩小，湖底干涸。一场风吹过，大量带有放射层的沙尘暴席卷附近数千平方公里土地，导致10几万人受到辐射污染。更早之前的1957年5月，克核基地还发生过一次大爆炸，史称库什特姆事件。储存槽爆炸导致上百吨核废物冲上天空，污染区域广袤，至少数十人急性辐射死亡，上万人被迫撤离故乡。这是人类历史上仅次于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第3大核灾难，但因苏联保密而几乎无人知晓。苏联当局长期隐瞒了卡拉恰伊湖和周边核事故的存在，当地居民很多，直到苏联解体才知道自己一直喝的水、种的庄稼来自受污染的河流。他们中癌症、白血病和畸形儿比例异常之高，却不知道罪魁祸首近在咫尺。这就是集权体制下可悲的一幕。为了军备竞赛，不惜牺牲本国公民的健康和生命，甚至连知情权都剥夺。如今，卡拉恰伊湖已被几乎完全填埋，用水泥和石块将其覆盖，希望封住那惊天的毒物。2015年工程完工后，地图上这个湖泊已经消失，变成了一片干地。然而，地下那数不清的放射性废料将在未来几万年内继续散发死亡气息。它像一颗埋在俄罗斯国土下的毒瘤，时刻提醒着世人这段黑暗历史。世界上最毒的湖在俄罗斯单这一条就足够疯狂，但环境灾难在俄罗斯远不止这一个，除了核污染，还有工业污染造成的生态悲剧。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一座被称为地球上最悲惨城市之一的地方
在那里，大气中弥漫着有毒气体，白雪落地会变成黑色，居民寿命短暂。一起来看俄罗斯环境堕落的另一个真相。9. 黑雪之城，全球最污染城市之一诺里尔斯克，在西伯利亚北极圈内有一座名字不太为人熟知的城市诺里尔斯克 Norilsk， 它远离莫斯科的繁华，孤独地矗立在冻原之上。然而它却承担着苏联和俄罗斯工业的重任，世界最大的镍和铂族金属冶炼基地。也正因如此，诺里尔斯克背负了一个不光彩的头衔，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诺里尔斯克的悲剧源于其丰富的矿藏和粗暴的开发。早在斯大林时代，这里就建立了诺里尔斯克冶炼厂，大量政治犯在酷寒中劳作开矿，成千上万人客死异乡。虽然古拉格年代结束了，但冶炼活动却日益扩大，镍、铜、钯、铂等珍贵金属源源不断从诺里尔斯克输出，换来的是当地环境的灾难性破坏。如今的诺里尔斯克每年向空气中排放的工业废气高达数百万吨，其中包括二氧化硫、重金属粉尘等剧毒物质。据估计，单单诺里尔斯克一家工厂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就占全俄罗斯的。结果可想而知，诺里尔斯克周边方圆数十公里内寸草不生，昔日森林被酸雨腐蚀殆尽，只剩光秃秃的死区。冬天本该纯白的雪花落在地上，转眼变成乌黑一片，因为空气中漂浮的煤层和金属氧化物染黑了雪。居民形容我们这里的雪人都是黑色的。更严重的是对居民健康的侵蚀。生活在诺里尔斯克的人从小就吸入大量有毒物质，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非常普遍。诺里尔斯克人的平均寿命比俄罗斯全国平均足足短了10年。俄罗斯本就寿命不算长，诺氏男性的预期寿命更只有大约50多岁，甚至比一些开发中国家还低。当地癌症发病率、儿童畸形率也明显偏高。有人不无夸张地说，诺里尔斯克出生的孩子第一口呼吸就等于抽了几十支烟。除了空气，土壤和水源中也充满重金属，当地生产的食物常检出超标污染，因此居民主要靠外地运来的食品生活，成本昂贵。如此恶劣的环境，正常人恐怕避之唯恐不及。然而，诺里尔斯克有超过17万人口，大多数是冶炼厂和矿山的员工及家属，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为高工资和福利待遇所吸引，也为了祖辈留下的家园不愿离去。对他们来说，污染就像空气一样无可奈何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习惯了刺鼻的硫磺味和远处烟囱日夜喷吐的红色烟雾。有人接受采访时淡淡地说，是的，空气不好，可这里有工作，有房子，去哪都一样，总要活下去。这语气中有无奈，更有麻木。诺里尔斯克的故事是苏联式粗放发展遗留下的沉重包袱。苏联解体后，冶炼厂私有化成了一家巨头公司，产量有增无减，而环保投入却长期不足。直到近年，在国际压力下，公司才声称要投资减排，但要让这座黑雪之城重回蓝天白雪，恐怕非常遥远。对当地居民而言，他们更现实的希望也许只是活着看到退休，然后搬离这里，去空气清新的南方颐养天年。如果说一座城市的状态能反映一国之状态，那诺里尔斯克无疑是俄罗斯的缩影之一。为了经济利益，牺牲环境和健康，短视且自毁前程。这种对自然和生命的漠视，本身就是一种堕落。看过核污染和工业污染的极端案例，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历史，去挖掘一段毛骨悚然的黑暗往事。这件事如此残酷离奇，以至于多年来不敢为人所道。它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地点在西伯利亚偏远的一座小岛上，被后人称作人食人岛。没错，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食人的真相。食人岛，史上最疯狂的流放悲剧。1933年夏天，在西伯利亚鄂毕河偏僻的支流上，有一座小岛默默见证了一场人间惨剧。这里就是纳金诺岛，后来被称为食人岛。那年6月，约6000名来自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流放者被粗暴地丢弃在这片荒岛上，没有粮食，没有工具，没有住所，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几个星期后，
当苏联官员再次踏足该岛时，眼前景象让他们震惊恐惧，岛上遍地是尸骸残骨，而幸存者中有人撕咬着同伴尸体上的血肉充饥，人吃人的惨剧就这样发生了。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疯狂事件？原来30年代初，苏联实行所谓大清洗城市计划，想把城市中所谓不良分子清除到西伯利亚去开荒，也算解决经济萧条时城市的口粮压力。于是大量所谓的社会有害分子被逮捕，包括游民、无业者、小偷，甚至没有内部护照的农民等等。有些人其实只是运气不好，没拿到证件，就被当成非法游民抓起来。这些人没经审判就被成批塞上火车，押往偏远地区。纳金诺岛就是其中一个安置地点。但问题在于，执行过程极其混乱和残忍，押送他们的军警粗暴无比，把数千人像牲口般赶下船扔到岛上后，根本没准备好安置条件。岛上满目荒凉，没房屋，没锅灶，蚊虫丛生。最致命的是，口粮供应严重不足，带去的少量面粉还因为没有锅具无法烹煮，饥饿的人们只能抓一把喝着肮脏的河水生吞，导致大规模痢疾。短短几天内就有数百人病亡或饿死，活着的人陷入绝望和疯狂。为了活命，他们开始互相厮杀，结伙抢夺别人的面粉、衣服，弱者倒在强者棍棒下。几天后，最可怕的一幕发生了，岛上能吃的东西几乎耗尽，饥饿到极点的人们竟将目光转向了死人和奄奄一息的病人。一开始有人偷偷肢解尸体取肉充饥，接着发展到袭击活人，杀死后食其肉。据幸存者后来证实，有个犯人小组用斧头砍倒一名虚弱女子，割下大腿和乳房烤着吃。更多骇人听闻的细节难以尽述。人类为了生存而堕落至此，实在令人心惊。不到2个月时间，6000人仅剩2000多人活着离开纳金诺岛，其余全成了荒野白骨。官方后来记录证实，许多死者尸身有被肢解和切割的痕迹，不少幸存者也承认目睹或参与了食人行为。这桩骇人听闻的事件，苏联当局当然严密封锁消息，直到80多年后的今天，很多俄罗斯人自己都不知道食人岛的故事。而当这段历史在90年代揭露出来，举世震惊。没想到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明社会里，居然发生了如此原始残酷的事情，而且是出于政府行动的失误和漠视。纳金诺岛事件成为人权史上的永恒污点，战斗民族的遮羞布在此被撕下一角。他们引以为傲的苏联时代，其实隐藏着多少惨无人道的黑暗。人吃人的故事仿佛中世纪的魔鬼传说，却实实在在地刻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这不仅是政策失败，更是道德沦丧的极端表现。当一个体制毫无人道，将人民当成可以弃置的垃圾，最终逼得人性堕落成野兽，难道不是对文明的莫大讽刺吗？纳金诺岛只是苏联极权年代诸多惨剧之一，但因其过于血腥而格外引人注目。在那个年代，还有遍布西伯利亚的古拉格集中营，无数人被折磨致死。环境恶劣时，也传出过零星食人传闻。还有30年代初乌克兰的大饥荒，虽然不在俄罗斯境内，但一样残酷。饿疯的人据说也发生人吃人，但纳金诺人食人岛这件事，无疑是史上政府行动直接导致的人相食悲剧中最触目的一例。了解了这段历史黑暗面，再回首现今俄罗斯的问题，我们会发现一些共通之处，那就是对生命的漠视。无论是让人们喝核废水、吸毒品，还是让人们饿到互相残杀，背后都有一种体制或文化的冰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堕落，失去了对基本人性的尊重。在真相一个个揭露之后，也许你对战斗民族已有新的认识。他们的确战斗，却常常是与自己、与同胞、与困苦在战斗。有时候那种强悍只是一层外壳，底下藏着太多问题和伤疤。然而，俄罗斯还有更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换个角度，看看战斗民族在极端环境下的疯狂日常，以及那些匪夷所思的生活习俗。11. 极寒极夜，零下71度的疯狂生活。俄罗斯幅员辽阔，涵盖了地球上一些条件最极端的地方，而战斗民族之名
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他们与严酷环境抗争的精神。你知道世界上最冷的永久居住地在哪里吗？答案就在俄罗斯的远东西伯利亚。那里有个小镇名叫奥伊米亚康 Oymyakon， 创下了人类定居点的最低温纪录，摄氏零下71度。在这种温度下，开水泼出去会瞬间变雪，吐一口唾沫都能在半空结冰落地。当地人的睫毛、眉毛走2步就结满冰霜，稍不注意，皮肤裸露在外就会冻伤坏死。可以说，奥伊米亚康的冬天连空气都是冻硬的。那么人在这种环境怎么活？战斗民族给出了范本。首先，他们全年大部分时间地面都冻得像大理石一样硬，所以墓地的掘墓工作要用火烧软土才能挖坑下葬，而汽车更是一天24小时都不能熄火，一旦熄火就可能再也发动不了。因此镇上许多车辆整夜空转引擎，宁可多烧油也不能让引擎冻住。学校方面，别的国家可能下雪天就放假了，但在奥伊米亚康只有气温低于零下55度，学校才停课。零下50度去上学对孩子们来说稀松平常，大家裹成熊一样走在冰天雪地里，你追我赶。老师们也习惯在教室生一个大火炉，学生上课还得穿着厚厚的外套。在奥伊米亚康，一些习以为常的事在外人看来很疯狂，比如冬天你千万别掏出手机或相机在室外拍太久，电池可能几分钟就被冻没电。又比如镇上人吃东西非常偏好生肉、生鱼冻吃，因为农作物几乎种不了，新鲜蔬菜水果极度缺乏，肉类却可以靠极寒自然冷冻保存。他们会把捕获的鱼放外面，冻成硬邦邦，吃的时候再切片生嚼，这叫鱼冰冻刺身。马肉、鹿肉也常这么吃，听着难以置信，但在那里熟食反而难处理，水都难烧开啊。还有些生活细节让人哭笑不得，譬如在室外撒尿是一个挑战，因为尿液一出体就会迅速冻起冰晶，要是风吹一下，可能还没落地就成冰珠粘回身上，哈哈。所以男人都尽量躲避风向，以免祸从天降。另外，墓地掘坑难刚提过，其实盖房子也困难重重，地表多年冻土层让建筑物很不稳定，所以房屋都架在高高的地基桩上，不能直接贴地，否则室内热气融化，地基土壤，房子会下陷扭曲。这些都是在极寒下人类想出的智慧生存之道。奥伊米亚康只是极端环境的一例，俄罗斯还有漫长的极夜之地和极光之城。在靠近北冰洋的一些城镇，如摩尔曼斯克，冬季会出现长达数周不见太阳的极夜。在那无尽黑暗的日子里，人们容易抑郁烦躁，据说犯罪率和饮酒率都会升高。反之，夏天极昼时，太阳午夜还挂天边，生物钟全乱也是不小的折磨。不过战斗民族很会找乐子，比如他们干脆办午夜阳光足球赛，半夜在阳光下踢球，自得其乐。这些极端地带的居民也展现了战斗民族粗犷又诙谐的一面。每年寒冬，他们热衷举办冬泳比赛或者前冰节，大家只穿泳裤、泳衣，在零下几十度的户外跳进冰窟窿里畅游，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勇敢。而围观者们则豪饮烈酒助阵，加油声此起彼伏。有人说，俄罗斯人就是在与自然的搏斗中获得一种民族性格，不疯魔不成活，不折腾不痛快。当然，换个角度，这其实也是环境逼出来的疯狂。活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不调侃几句，不找点刺激，恐怕很难熬过漫漫寒冬。所以当你在温暖屋子里看着这些奇闻异事时，不妨佩服一下战斗民族的抗冻本领，也庆幸自己不用每天在零下50度出门倒垃圾。极寒苦难练就的顽强，算是战斗民族让人敬畏的一面，但同时他们有些独特的文化习俗也常常让外国人瞠目结舌。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俄罗斯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禁忌和冷知识，旅游者若不小心触犯，可能会闹出大笑话。12. 怪诞习俗，不要随便微笑和吹口哨。到俄罗斯旅游，有几条奇特的禁忌，你最好提前知道，否则很可能闹笑话，甚至惹人反感。战斗民族在某些日常习惯上与世界主流格格不入，以下几个例子最具代表性。
首先，别对陌生人乱笑。很多外国人刚到俄罗斯，可能会发现街头的人们表情冷峻，很少微笑。在西方文化里，对路人微笑是一种礼貌，很友善。但在俄罗斯，随便对陌生人笑会被认为很奇怪。俄国谚语甚至说，无缘无故的笑是傻瓜才有的表情。他们觉得不熟的人相视而笑是虚伪轻浮的，只有真正亲近时才会展露笑容。所以如果你在莫斯科地铁上对旁边大叔咧嘴笑，他多半不会回以笑容，甚至可能皱眉心想，我认识你吗？笑什么？这并非他不友好，而是俄式习惯使然。因此在俄罗斯不要乱对陌生人笑，保持礼貌，点头即可。等熟悉了，你会发现俄罗斯人的笑容也很灿烂，只是他们不轻易给陌生人而已。第二，大忌是在室内吹口哨。中国人可能知道夜里吹口哨招鬼的说法，而俄罗斯则广泛相信室内吹口哨会招来破财。在俄国人的观念中，口哨声会把家里的财富和运气一起吹跑，所以在朋友家里、餐厅、剧院等室内公共场所，绝对不要吹口哨，哼，小曲儿，这是非常不受欢迎的行为。主人听了可能脸都绿了，赶紧劝你别吹，免得把钱吹走。如果你硬是不信邪吹了，小心他们真的觉得你在咒他倒霉呢。所以记住，在俄罗斯的屋子里，嘴巴要管好，别吹口哨。第三，送花有讲究。俄罗斯人喜欢花，但送花时一定要送奇数朵，因为偶数朵花在俄罗斯专门用于葬礼祭奠，给活人送双数花束会被视为不祥之兆。比如你送一束红玫瑰给女孩，千万别是6朵或10朵，一定要5朵、7朵或11朵，否则对方可能当场吓一跳，心想你咒我吗？这点和中国有点相似，中国人也祭双数，花去适用，但更严格，所以记得送花要送单。此外，还有一些小禁忌，比如不要跨门槛握手或交结东西。俄国人认为门槛是一个分界线，在门槛上方握手或递物会招来争吵或坏运气。他们讲究进屋或出屋，先完全跨过门槛，再行握手寒暄。如果一脚在屋内，一脚在屋外就伸手，那可是大大的不好。还有，在亲友出远门前，不妨和他一起静坐1分钟，这是俄国独特的出门前坐一下习俗，象征把家中的守护之灵安抚好，旅途才会顺利安全。因此，你可能会看到俄国人临出门前，全家忽然安静地坐着愣一会儿，然后才起身出门，颇为有趣。再来提个和旅游有关的，别随意称呼别人的名字、昵称。俄罗斯人的名字很有规则，本名之外还有昵称、小名等多种变体。比如，一个叫亚历山大的男士，他正式场合叫 Alexander， 朋友叫他 Sasa， 家人可能叫爱称 Sasenka。你作为外人，千万别不懂装懂乱用昵称，以免觉得冒犯。一般刚认识就称呼他的正式名字即可，哪怕代姓都行，等人家说叫我莎莎就好时再改口不迟。当然还有很多习俗，比如过门槛要说我进来啦，不然被认为失礼。餐桌上不要把空酒瓶放桌面，要放地板下，据说是财运习俗。吃东西时不能把面包倒扣等等，林林总总颇有趣味。总之，俄罗斯人有一套自己的生活逻辑，有些在我们看来奇怪的禁忌，在他们那里却视若常识。作为游客，多了解一点总是好的，免得到时闹出笑话还莫名其妙。习俗上的差异虽然奇葩，但无伤大雅，甚至让我们看到战斗民族可爱的一面。不过，俄罗斯的疯狂之处还不止于传统，它也体现在现代生活的一些场景中。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当代俄罗斯人在日常中演绎的那些硬核桥段，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马路上的疯狂画风。13. 马路惊魂，行车如战场，行人如特务。如果你常刷网络视频，一定看过来自俄罗斯的行车记录仪 Dashcam 片段，什么陨石划破长空，飞机紧急迫降公路，醉汉随机拦车打架，熊闯马路，与车同行。这些千奇百怪的影片几乎成了一种网络流行文化。而这背后有个有趣的原因，俄罗斯的司机几乎人手一个行车记录仪。为什么他们如此热衷给车装摄像头？因为俄罗斯的马路实在太刺激了，没有记录仪简直无法自保。首先，俄罗斯道路交通事故率一直偏高，
加上不少司机酒驾、超速和路况差，交通意外频发，有了记录仪，至少在出事故时能留证据，以免被敲诈或冤枉。更特别的是，俄国流行一种碰瓷敲诈手法不良，行人故意撞车，或司机互相设局，以索赔骗钱。所以记录仪也是用来防碰瓷的利器，你演我就录，拆穿诈骗。再者，俄国交警以前贪腐成性，没有视频佐证，说不定无辜也被摊上责任，所以久而久之，装行车记录仪成了俄国开车的标配，大家互拍互留证。正因如此，俄罗斯马路上发生的神奇事件也就都有了实锤。2013年，那颗著名的车里亚宾斯克陨石坠落，天空大火球拖着长尾划过，轰然爆炸，把上千窗户震碎。这壮观场面能被全世界目睹，靠的就是无数行车记录仪从不同角度拍下了视频，上传网络后引发轰动。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场景，比如小熊坐在摩托车边挥手，坦克在公路上慢悠悠超车，醉酒司机把车开上台阶卡在桥上，林林总总都被无处不在的记录仪完美捕捉。有些片段甚至充满荒诞色彩，一名彪形大汉从自己的事故车里爬出来，竟挥舞着斧头冲向对方司机，吓得对方抱头鼠窜，像不像动作片？不过幽默背后也有现实的残酷。俄罗斯交通环境差，一方面因为驾驶文化相对粗野，路怒症和随意违规的情况不少，另一方面诈骗者、强盗也盯上公路拦路犯案。网上就有俄国女司机分享自己遭遇假装车故障拦人求助，趁你下车时同伙偷你车或财物的经历。还有极端案例是歹徒制造小追尾逼你停车理论，再持枪抢劫。这些都让司机们胆战心惊，纷纷用技术手段保护自己。一段时期甚至兴起行人卧轨碰瓷，某些人突然扑倒车轮下假装被撞，想讹钱。有了记录仪，司机可以证明对方是自己躺上来的，而非被撞倒。另一方面，由于路况不佳，道路维修跟不上，许多俄罗斯公路坑洞很多，标志不清，事故容易发生。再加上冬季漫长，道路结冰，车辆打滑失控更是常见。记录仪自然记下了一幕幕惊险瞬间，有时也成破案关键。总之，俄罗斯的马路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每个司机都不得不提高警惕，全副武装。行车记录仪的普及既是无奈，也是公民自救。副产品则是为网友们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猎奇片段，看得人惊呼开车犹如拍电影。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或许也算苦中作乐。既然生活魔幻，不如拿它当笑话分享。正所谓黑色幽默。谈到黑色幽默，俄罗斯还真有不少奇葩法律，也让人哭笑不得。我们最后再来接一接战斗民族那些令人瞠目的法律禁令，看看在这片土地上究竟发生过多少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14奇葩禁令，连内衣都管的战斗民族。许多国家都有些奇奇怪怪的法律，但俄罗斯的某些禁令之离谱，足以让人怀疑是在逗你玩。以下这条禁令就是经典，禁止销售蕾丝内衣。事情发生在2014年，俄罗斯突然开始执行一项欧亚经济联盟的规定，凡与皮肤接触的服装必须至少含 6% 的天然纤维棉，而许多女性喜爱的蕾丝内裤、胸罩大多是全化纤或棉含量不足 6%。如此一来，商店里那些诱人的蕾丝内衣裤顿时成了非法商品，被要求下架禁售。消息一出，全国女性一片哗然。你没看错，这不是段子。当时莫斯科的女性甚至跑到街头游行抗议，头戴蕾丝头饰，高举蕾丝 bra， 用行动表达对政府管太宽的不满。警察尴尬地逮捕了几名抗议者，但舆论已炸开锅，政府连我们的小裤裤都要管。官方解释说，此举是为了健康，透气棉质才卫生，但女性们才不吃这套。难道我穿不穿蕾丝还轮得到你来决定？这桩蕾丝内衣之乱成为那年趣闻，也的确让俄政府出了名的保守形象更添一笔滑稽。无独有偶，俄罗斯近年还立了一些让世界瞠目结舌的法，例如著名的反同性恋宣传法，规定不得向未成年人传达任何非传统性关系的资讯，简而言之就是禁绝公开谈论 LGBTQ。
哪怕你只是穿个彩虹 T 恤在路上，都可能被认定在宣传而触法受罚。又比如禁止网络上使用脏话，俄国脏话、马特语文化虽盛，但2014年起，政府要求影视作品、演出、媒体上都不准出现出口字眼，违者罚款。这就导致不少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不得不消音或者改词，尴尬万分。还有一些规定虽出于好意，但效果奇葩，比如要求广告中的女模特如用过修图必须标注，以免欺骗消费者对商品效果，但实施起来广告公司全标注了事，观众早视而不见。更逗的是汽车领域，某市曾明文禁止司机开脏兮兮的车上路，说是为城市形象着想，于是警察站路边拦下泥点斑驳的车就罚款，结果大家干脆用手指在脏车后备箱盖写上去洗车场途中，借此躲避罚款，令人莞尔。看得出战斗民族定法律有时脑洞也是清奇可爱。当然这背后也反映了俄罗斯某些管制思维和社会价值取向，比如对蕾丝内衣和 LGBT 的禁令，体现的就是偏保守的传统道德。政府自上而下干涉私人生活，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引发民众调侃抗拒，国际上也饱受批评。对出口和脏车的禁止则显示一种理想主义式的好面子，想让人民文雅整洁，但又缺乏教育引导，只会用罚款简单粗暴的推行。总而言之，俄罗斯社会的确存在不少荒诞又真实的现象，从民间的疯狂行径到官方的离谱作为，都让人哭笑不得。有人说，俄罗斯这片土地上每天都在上演着魔幻现实主义，荒唐与现实交织，极端与日常并存。正是在这无数的反差与矛盾中，战斗民族展现出它独特的底色。现在我们已经揭开了俄罗斯的15个疯狂真相，从酒精、人口、家庭、暴力、毒品，到黑帮、腐败、污染、历史惨剧，再到极端气候、文化禁忌、道路奇观、奇葩法律，每一项都让人瞠目，也每一项都刻画出这个国度光鲜外表下的暗纹与裂痕。或许有人要问，到底是什么让俄罗斯陷入如此种种堕落？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也许和他们漫长而多舛的历史有关，和严酷环境与民族性格有关，更和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的起伏密不可分。战斗民族的刚烈与隐忍，使他们能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但同时也使他们往往以激烈或极端的方式面对问题，甚至走向自我伤害。然而我们也不应忽视俄罗斯性格中的善良、幽默与智慧。正如我们在极寒生活、奇异习俗、道路趣闻中看到的，他们懂得在困境中调侃，从荒诞中找乐。他们既能一边躺平面对无奈，一边又战斗般努力生活。这种矛盾的性格正是俄罗斯的独特魅力所在。所以俄罗斯真是全球最堕落的国度吗？答案恐怕因人而异。如果只看那些惊心动魄的黑暗真相，我们难免摇头叹息，觉得这民族病入膏肓。但若看到他们在极端条件下仍迸发的人性光辉和幽默精神，又会对这片土地产生一丝敬意与怜爱。或许正如一句俄国谚语所说，俄罗斯不是用头脑可以理解的，要用心灵去感受。这里的堕落与高尚，荒唐与伟大，往往交织在一起，令人又爱又恨。希望今天的深度解析能让你对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有更全面立体的认识。当你在听到关于俄罗斯的传奇故事时，能想到其背后也许隐藏着我们讲过的某个真相。正所谓冰火两重天，俄罗斯就是如此一个极端矛盾的存在，既能孕育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般的艺术瑰宝，也能上演食人岛、黑雪城这样的暗黑剧目。在节目最后，我想说，揭露这15个疯狂真相，并不是为了嘲笑或贬低俄罗斯，而是希望大家了解真实，去除偏见。在惊讶之余，我们也该反思，一个国家的堕落往往有复杂的成因。我们在惊叹别国故事时，也要警醒自身，避免重蹈覆辙。正如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从一个民族的苦难中可以看出人类的苦难。透过俄罗斯的这面镜子，我们或许也能思考人类社会共通的脆弱与坚韧。